好，我是莹莹，欢迎收看荧光笔工作室。2024年的1月24日呢，马来西亚政府就表示，内阁已经决定取消从2月1日起新聘请公务员的退休金，转而采用这个私人界的雇员公积金制度。每个月缴纳公积金和社会保险的制度，为自己的退休做好准备。那这个消息呢，经过了各大媒体报道之后呢，就迅速引起了非常多人的关注，其中就包括了这个全国公共及民事职工总会 QPEX 的这个抗议。那我们的首相安华呢，看到大家哇如此的群情汹涌啊，只好又跑出来说啊，我们之前公布的这个公务员退休金改革呢，只是一个建议啊，表示呢还会在未来几周的这个内阁会议呢继续研究还有探讨这件事情，并把新的方案再带到国会去商讨和辩论。问一下大家的意见，这样算不算是 U turn 啊？算的话呢，留言打个 U； 不算的话呢，拿给我这个尴尬的 emoji。那每当呢有人提起公务员啊，这个对大部分人来说呢，并不是在日常生活中很经常会接触到的群体，可能只是那几分钟的那种接触，但是没有很深入的交流的群体，我们都有很多的 comment 的，而且呢，大部分的 comment 都是比较不好的，比如说，哎呀，慢得要死啊，都不懂是不是做事情的，把我们棒球丢来丢去，有没有效率？表现很差啊，经常只看到靠，都没有看到人啊，等等等等。我相信呢，要你来讲的话，你也是可以随便给我们10个很负面的评语。但是同时呢，又有不少人认为啊，其实公务员的福利啊也超级好啊，待遇好啊，真的是一个铁饭碗来的啊，所以呢，不需要有什么表现啊，等等等等等等。那这就引起了我们荧光笔团队的好奇了，到底这一些坊间的传闻啊，还有迷思呢，哪一些是真的，哪一些就是假的呢？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啊会对同一个群体有着这么多不同的看法呢？今天就让我们荧光笔一起来了解了解我们马来西亚的公务员吧 ，Let's go！ 嗨。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呢，让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荧光笔工作室 Highlight， 是全马最热血的知识型频道。我们以科普的方式聊关于马来西亚的社会、民生、时事议题等等。我们除了有街访之外呢，也有访谈哦。那有这么多的内容，有兴趣的朋友，你们已经订阅我们了吗？还没的话，现在就按赞、订阅、加分享吧。我们每个礼拜3跟礼拜6呢，都会准时上影片，让我们一起好好认识马来西亚。OK， 回到正片，传闻1。听讲哦，马来西亚的公务员好大棚人呀！不知道呢，大家有没有好奇过啊？我们马来西亚一共有多少的公务员呢？不管你有没有，反正我们荧光笔就是好奇了，不查还好哦，一查吓一跳哦。给你们猜一下，来，50万吗？对不对？往上猜，80万？还是不对，还要继续往上猜，100万啊！马来西亚公务员呢，早在2003年的时候就已经是100万大军了。让我们来公布答案吧。现在的答案就是139万人啊，是不是对这个139万没有概念呢？通常数字太大我们就没有概念了啦。139万呢，就比整个森美兰州的人口还要多一点点。那你要不要再来猜猜看，哪一个部门呢是聘请最多公务员的嘞？内政部、国防部、卫生部，还是什么部？猜猜看，答案是教育部。一共有54万名公务员哦，接下来呢才是卫生部的28万，第3呢才是内政部的19万，以及第4国防部16万哦。传闻2，听讲公务员呢不用给 EPF 的嘞。那就知道呢，大家呢多数都会在私人界工作嘛，所以呢，对公务员的退休金制度呢，讲真啊，一知半解啦。在马来西亚呢，一共有3大机构是负责管理大家的这个退休金的，分别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马来西亚雇员公积金，以及不那么熟悉的马来西亚公务员退休基金局和武装部队基金局。顾名思义呢，这3个机构分别负责管理私人界、公务员以及军人的这个退休金啦。那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公务员嘛，所以呢，我们就不对 KWSP 呢做更深入的讨论了。有兴趣想要知道更多关于 KWSP 的观众的朋友呢，真的想知道的话就留言敲碗，反应够多的话，我们再做一期详细介绍。那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公务员的部分啊，在这3大系统当中呢，公务员退休金制度呢是最不一样的。这是因为啊，军人和在私人界做工的朋友一样，他们都是需要缴纳这个薪资的一部分给 LTAT 的，而其他公务员呢，则是完全不需要缴纳任何钱给 KWAP 的哦。那根据马来西亚公共服务局网站的这个资料显示，你只要工作满25年的公务员就可以享受全额退休金，也就是最后领取薪资的50%。而如果是工作满30年的公务员呢，退休金则提高到60%。
另外呢，也提供部分的公务员可以选择性退休，让年纪呢达到40岁，而且工作满10年的公务员呢去申请退休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有一些报道说啊，有一些公务员只要工作满3年就可以申请退休了，哇，真的假的？有没有这样爽哦？不过我们呢撰稿啊找都找不到有更多更详细的资料。如果你有看过这一则新闻，或者是你手头上有这方面的资料的话呢，麻烦帮我们在留言区补充一下下。好，那我们现在来 try to 算给你听一下。假设你是一名公务员，你在退休的时候呢，最后一次领薪水呢是6000令吉的话，那么如果你是工作了25年，那么你会得到的退休金呢是每个月3000令吉。而如果你是工作超过了30年，则会领取每个月3600令吉。而这笔退休金是会从你退休的那一天，每一个月发放，即便到你去世了之后，你的老婆或者是你老公还是可以继续领取。除此之外呢，如果你的父母是退休公务员哪怕他们都过世了，你还是可以领取这一笔退休金，直到你18岁成年为止的哦。哇，真的是包到很远去的啊！怪不得那么多人想要做公务员，可是好像很少华人想要做公务员哦。因为我们华人有赌性，就是要赌自己会发达，不要做公务员。好，什么是 JPA？JPA 呢是隶属于首相署的一个机构，负责管理公务员的升迁、headcount 还有 KPI 等等的工作，就好像是一间普通公司的 HR department 这样子啦。看到这里呢，你是不是想要说，哇，公务员的福利很好等等啊？其实呢，在我们翻查资料的时候得知公务员的 starting salary 呢是比私人界低的哦。私人界呢，因为是最低薪金制度的关系嘛，起薪呢必须是1500令吉或以上，但是呢，大部分的公务员的这个起薪呢还是在1200令吉而已。传闻3，听讲政府花很多钱养这些公务员哦。那相信大家都有听过这样子的一个说法说我们政府花了多少钱就是在公务员的身上。但是到底这个多少钱是有多少钱呢？大家有没有概念呢？这些支出呢，主要分为2大部分我们来看看到底马来西亚政府花了多少钱来聘请这么多的公务员呢？同时又花多少钱来发放公务员的退休金呢？猜，3、2、1，看手。那如果你猜的话是 3的话，恭喜你，你答对了，但是没有讲 ，OK？ 好像是是基本的了哈。根据呢2023年的这个财政部的资料显示呢，这139万名公务员的总薪资是大约900亿令吉。而同一时间呢，马来西亚一共有大约93万名退休的公务员，所以呢，政府每年呢需要支付大约320亿令吉的退休金。那这2者加起来呢，大约就是1223亿令吉，大约呢就占了我们马来西亚全年营收的40%了。让我们再换个方式来理解这个天文数字。我们马来西亚呢，目前的状况大概就是每15个马来西亚人就有1名公务员，或者曾经是公务员。而政府呢，每花100块当中呢，有30块呢是给公务员的薪水，而10块钱呢是给公务员的退休金。这样子会比较好理解吗？意思就是说，另外的这个60% 呢，才会来到我们人民的身上，或者是城市建设的身上。而根据资料显示如果我们政府呢不加以干预的话呢，就是让这件事情持续这样发生下去的话呢，公务员的退休金将会在未来的20年迅速膨胀，预计在2030年左右呢会上看500亿令吉，并且去到2040年的时候突破1000亿令吉。等一下，公务员退休金不是由 KWAP 负责的吗？为什么还需要政府出钱的嘞？来，如果你有这个疑问的话，清醒，让我们来复习一下。公务员是没有需要扣除他部分的薪资去缴纳退休金的哦。刚刚我们已经有讲过嘛，对不对？也就是说呢，公务员的这个退休金呢，完完全全是由政府 sponsor 的。那政府哪里来的钱 sponsor 呢？也就是你我的纳税钱啦。而 KWAP 呢，只是作为一个基金，负责管理和投资这些钱吧了。也就是说呢，联邦政府呢，还有州政府的各个机构呢，会按比例 contribute 一些钱呢给这个 KWAP。KWAP 呢，再用这些钱呢去投资各种金融产品，来赚取更多的钱，再用这些赚到的钱呢来发放这个退休金给公务员啦。那截至2023年KWAP 的资金规模大约是1900亿令吉，每年的投资所得呢大约是100亿令吉。也就是说呢，就2023年而言KWAP 的收入只能够负担大约30%的公务员退休金而已，而剩下的呢就得要靠我们政府呢每一年从自己的荷包里面掏钱出来啦。To or not to 改嘞来，我们收拾一下心情，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这个问题当政府的这个荷包一天比一天扁的时候呢，我们的政府可以怎么办呢？
政府也就只能够去借，也就是透过举债的方式呢来承担这些费用啦。而你知道我们马来西亚政府的债务一共是多少吗？那根据资料显示哦，2022年马来西亚的总债务是超过1兆令吉。而我们会落得如此田地的主要负责人是谁嘞？其实还是我们马来西亚政府自己。这是因为啊，过去的这么多年来，马来西亚呢历届的政府呢都会为了要笼络公务员，你记得啦，那它人数这么的庞大，对不对？所以呢就要不断的发放各种甜头给公务员们。今年呢加薪100啦，明年加allowance啦，等等等等。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小恩小惠哦，虽然是100几十并不多啊，但是在10几20年的累积之下，再加上庞大的公务员的人数，慢慢的就变成了政府巨大的财政负担了。那政府不改革还在等什么？哈哈，这件事情呢，成人啊都懂啊，哪怕你知我知安华知啊，所有人都知道，公务员的改革是势在必行，但是这条路却一点都不好走。为什么呢？那这是因为呢，我们马来西亚现有的退休金制度呢是受到宪法保护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的政府啊想要大幅度的改革退休金制度呢，比如说像安华上个月所提出的那样，要废除退休金制度，那安华政府呢就势必需要修宪，也就是说，新的方案呢需要在国会获得2/3的议员支持而通过，这对安华的团结政府而言呢，绝对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好，探讨了这么多关于公务员的传闻啊，我们是希望呢，透过今天这支影片，让大家对公务员有更多的了解，又或者是想要了解更多，也先得有个概念嘛。我们荧光笔就准备好给大家了。剩下呢，大家对这方面有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书以上的我们提到的一些单位啊，还有一些 keywords 啊，自己去搜索，自己去探索。那其实呢，我们马来西亚的公务员课题呢，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早在很多年之前呢，就不断有专家学者就提醒政府要注意这个课题。但是呢，我们换了一届又一届的这个政府啊，始终没有人愿意，或者是说有能力捡起这个烫手的山芋。当然呢，大家其实连站都还站不稳的嘛。那再加上呢，这毕竟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不管怎么做呢，都会影响着许许多多的人。除了让政府必须要面对民意的反扑，更是会让政府成为反对党的靶子。那就荧光笔而言呢，我们认同安华政府的这个做法，因为他们至少呢是愿意就是大胆的提起这个改革议程的人，并让这个议题呢进入了大众的舆论的视野。也只有这样子呢，各方面的声音才会被听见，也有更多可能，也才可能会出现更多有建设性的一些意见。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要呼吁神通广大的观众朋友们积极留言，告诉我们你们对于这个课题的看法，或者是你们曾经有去过国外，看过别的国家有一些更好的方法，有什么解决方案的话呢，都可以在留言处呢提出这些建设性的应对方案。那我们荧光笔的存在呢，除了是要服务大家对于马来西亚的问号之外呢，其实我们也是想要鼓励大家一起参与更多的公共议题的讨论。不知道今天这支影片有没有解开你不知道的疑惑呢？有的话留言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团队呢会非常的开心的。当然呢，如果你想要以实际的行动呢支援我们加入我们的会员，每一个月1杯奶茶的钱就可以帮助我们做更多的影片，让我们可以走得更远。就是知识型影片要投入的金钱还有精力真的太多了，所以大家可以加入我们哦。那我们一起携手打造一个更好的马来西亚，也可以 follow 我们的 social media。我们今天这一期影片就到这里，我是英莹，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每个礼拜3、礼拜6上片哦。